我和他分手已经半年多了，但是这半年的时间里，他经常来纠缠我。我们7年的感情，你说分手就分手了吗？我大家直播1天2宿不睡觉，什么概念？现在有钱了，然后比以前好了，现在他就开始变了，就各种嫌弃我。可以发誓，我跟他肯定没有关系。那没有关系，我现在提出结婚，你为什么不结婚呢？这姑娘啊，嘴比脑子快。不，就算这个人有钱就变坏，那你还跟他干嘛呢？出现问题不反省自己的问题，一路纠缠，直至把自己的丈夫推向深渊。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就是现在脑子里就空白了。其实我也特别想去家找他，但不敢去，我怕让他父母不高兴，而且我们连婚房都卖了。当初之所以在那么多种之间选择他，就是因为他对我好。我以为是真的好，这些好都是表象的，背后都带着欺骗。经营婚姻最重要的就是信任，但是我们2个之间根本就没有信任可言了。我们在这2年的感情这么说没就没了，我就想和他说，我不用信用卡了，能不能回到我身边？接下来我们欢迎他们2位。现在压力是什么？告诉我们。我觉得跟雪儿在雪儿过生日那天把结婚证领了，但是因为信用卡这件事，雪儿要跟我闹分手。我真的接受不了，他是在追求我的时候是花了信用卡的钱，然后现在呢，他是想用我们结婚后的礼金去还这笔账。你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当然有问题了。这2年多他一直都没有说，在结婚前夕才告诉我的。因为信用卡的钱，我觉得我以后工作了慢慢还，我能还得上。但这不赶的这个要马上结婚了嘛，然后我寻思用这个结婚我们结的礼金钱把信用卡堵上，因为礼金钱我觉得我也有权利动，所以我也是之前跟雪儿有商量。那是商量吗？我是之前一点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他欺骗了我。信用卡那是透支了是吧？啊，对。透支多少？没多少。2个人在一起，对吧？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2个人互相商量嘛。你怎么就不知道他的收入状况呢？这就要说他另外欺骗我的事儿了。他跟我说的就是他年收入100万，做贷款业务的，父母是政府工作的，然后结果呢，我过年跟他回老家的时候，跟他父母聊天，然后他父母跟我说就是已经退休了，然后就是在企业其实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根本就不是在政府工作的。他年收入也不是过100万，他月收入才6000多块钱。他跟所有的人每一次他都会说他是做信贷业务的，然后年收入过100万。如果说那个我要是和他结婚的话，他父母会给100万在北京买房子。女人都有虚荣心嘛，对吧？都是挺开心的。但是现在我才明白过来，他这么说是一传十十传百呀。我周边的朋友圈人全都知道有一个这么好的男人，这么有钱还对我好的男人在追求我，导致我身边的追求者全都望而却步了。因为当时也是比较急嘛，我就随口说了一个份工作，但我没有做，真没有特意的去炫富。你想，我跟你朋友不认识，聊的无非就是你老家哪儿的，你哪儿的人，工作什么，我无非就这么带过了，而且每次问的基本上都是这些问题。那为什么会留给他一个你骗他的这个感觉？就是因为现在雪儿知道我曾经好多都是骗他的，然后他觉得我做的什么都是假的。哪些事是骗你的了？当时跟他们父母曾经承诺过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2个结婚了，然后在北京就是给100万，就是资助买房子嘛。但是结果现在房子已经买了，是我父母出了100多万，然后他出了10万块钱的存款，他父母是1分钱都没有出的。是吗？那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承诺呢？因为当时我跟我父母打好招了，我说如果要是雪儿问这个结婚能出多少钱，我说能出100万，因为我怕雪儿跟我分手嘛。当时我买房我只出了10万。你有10万块钱，你那个信用卡还账为什么不还呀？因为信用卡我觉得我先把10万留着，结婚的那天我买房用，最起码我手里有现金呢，我不能什么都刷信用卡。我也觉得啊，信用卡都没信用了，那还干什么信用卡？对，再就是我父母因为年龄比较大嘛，我也不想什么都靠父母。我从事工作这么多年，我也没给我父母买过什么，拿过多少钱，
所以我想结婚了，尽量不靠父母，我都不靠父母。你还撒谎是吗？还不说实话是吗？他还哪儿撒谎了？我给你父母打过电话，他们说在买房的前1个月就已经把60万打到你账户上了。又，你只掏出了10万块钱，那另外50万呢？钱呢？钱呢？雪儿，我不是刻意要瞒你这钱的事儿，因为我之前也说了，我父母年龄大，明明都退休了，就只拿着退休金。父母亲如此含辛茹苦，退休老人，完了还攒了毕生积蓄50万，就拽在你手上。我没有花，我这父母是给我父母留的。拿了呀？对他有用，我就给他拿出去啊。就是你在你这托管啊？对啊，所以我没敢花。我想把这钱，我父母养老的老了有个病什么的我好用，我不想把这钱全用在我自己身上，所以我就跟雪儿撒了个谎，我说我父母没有给我这个钱。我父母掏的是大半吧，你只掏了10万块钱，对吧？然后房产证的名字是写的是我们2个人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人真是结婚前就已经这么算计我了。雪儿，我真没有花你家钱的意思，然后我真的没有骗你那想法。这么多年了，你说我对你，我花了这么多钱，欠了这么多信用卡，我为了什么呀？为了让你开心，让你幸福吗？我不想跟你多说了，你这样我把10万块钱退你，然后咱们一起把你房产证上那个名给消掉了。雪儿，2年了，我承认我有撒谎的地儿，但是我2年对你什么样，你心里最清楚。我真的没有，我离不开你。我也觉得奇了怪啊，他已经承诺说，至少是他们家出100万，作为购房款当中的最大部分的这个投入。就你爸妈他们就怎么投了100多万？他们知道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吗？怎么就变成他们掏了呢？是因为我母亲特别喜欢他。因为第一次我把他领家的时候，就是他跟我母亲又买花化妆品、保健品，还买了1瓶红酒。有。然后就是吃饭的时候，可能我母亲比较高兴，然后多喝了一点，有点微醉，然后问了他很多的问题，他回答的让我母亲非常的满意。比如？所以第一印象非常好。妈妈和准女婿交流了什么，让你母亲非常的乐意和喜欢这孩子？就是比较那个老套的问题。如果我和他的母亲同时掉到了河里，他怎么办？结果他怎么回答的呢？我先救我母亲，理由是我救完母亲，我会去救雪儿。如果雪儿在这个事故中她走了，我陪她。这就是我能做的。他太老练了，很懂得就是讨老人的欢心。这真不是假的，因为我爱你，我对你父母好，那是应该的。我承认我有谎言对你，但是我对你的爱是真的。你怎么就不能实话实说呢？因为当时追求雪儿人太多了，而且个个比我条件好，我也是出于无奈，我就当时说实话，雪儿在那次聚会中她不是最好看的，但我一眼就认定她就是我要的。如果他当时只是对我好，然后他实话跟我说的话，因为我毕竟年龄也在那儿呢，真的我不是说冲他的家庭说他的收入才跟着他的，就是因为他当时对我确实真的挺好的。那行了吗？你有什么压力呢？这是欺骗的，带着欺骗的，一切揭开以后全都是谎言呀。那以后的婚姻不能这么过呀，我要的不是一辈子这么过的。为什么谎言总是有撒谎的，也有被骗的呢？哎，对了，有卖成功学的，就有偏执狂愿意掏钱买。对，有撒谎的，你看啊，好多人他就骗不了。首先他是吹牛，但是呢，父母听完了这个呢，年薪100万，父母很开心。听完了这个之后，还问：如果我闺女和你妈掉河里，你先捞谁？我再问一下雪儿哈，你还发现还有哪些事儿原来也是蒙在鼓里头，上当受骗来着？刚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和他前女友其实没有分开。不，这事我已经解释过了，因为吧，我那前女友，就是那我都分手了，然后他也知道我现在跟雪儿在一起，然后他就每天给我发一些没有用的信息，不是要死就要活的，然后偶尔我也会安慰我说你别这样啊之类的，毕竟我们好过，然后我就偶尔也会安慰他几句，然后这安慰的话就被雪儿看到了。那封邮件呢？对，我说的就是他精神不好吗？他都发邮件向我挑衅了，你要没有给他底气，他敢吗？怎么一个情况啊？大概怎么说？那邮件当时差不多就是这么说的，因为毕竟也2年了。他现在和他在一起，我浩然喜欢他，然后说让我退出，
他是不是说你是第三者？有那个意思，但是没明说。你们怎么分的手？细节上性格不合，很多原因就分手了。你当初追他的时候也这么砸钱吗？没有啊，那为什么你对他就不那么砸钱，对他就这么砸钱呢？因为我见到他第一眼的时候，觉得他是我想要的。那个是第二眼才喜欢上的。不是，因为追的人太多，各种条件比我好，我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你前女友跟你不是真爱吗？不知道，当时已经跟他分手之后才认识的雪儿。年轻人用炫富的方式在爱情里取得竞争优势。现在事实证明，你炫的所有的富都是虚幻。你应该掉头走人，有问题吗？没有，但是我爱他，我走不了。你用炫富的方式去换取爱情，这一点你认为有问题吗？有。对啊。对，怎么说我都承认，我就是想跟他和好。雪儿2年了，我承认他们说的都对，我骗你了，我炫富，我做的不是人。但是2年了，我怎么对你的心里最清楚。我为了欠了这么多钱，我为的是什么？让你活得好，让你开心。不管你怎么认为我是撒谎了，还是我真特别老练，我想我对你的点点滴滴，你仔细想一想，我是老练还真的爱你。哎，雪儿，我也不信你就是那样的女孩。吴浩然在你面前一炫富，你就居然逐渐对他动了真心，有点别的没有？炫富？你觉得我单纯炫富他能爱我吗？那是点点滴滴，我对他的好。说3件你对他最好的事儿，你认为？我对他没有最好，因为每件事我都觉得是最好的。那你挑3件让我们听听嘛。只要下雨了、下雪，我都会提前半个小时请假，我去接他。不管我们老板同不同意，我都会用各种理由去接他。甚至有时候小叶给我打电话，你别来了，然后我自己能回去，但是我就想接他。好，风雨无阻接送啊，是吗？是的。好的，第2件。然后雪儿想要什么，我都给他买。买过最贵的什么？苹果电脑，我自己都没有用过苹有果电脑。吗？有。第3件。还有雪儿有一次生病了，就那次我真的手里没有钱，因为我们在一起时候，我真的把所有积蓄都花没了，信用卡都不能刷了。然后其实我心里特别着急，因为我真的怕他病很严重，因为他当时话说很潦草就撂了，只告诉在哪个医院，我一直都没有听过，我跑到医院去找他。其实也许这个过程你们觉得不重要，但是我只想说，只要雪儿想要的，她有困难了，她需要我了，我第一时间到。原来你是这么爱雪儿。对。那雪儿说什么你都答应吗？对。雪儿，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她都答应。其实我现在真的挺乱的，就是这些谎言揭开以后吧，我真的不知道再怎么信任他了。不知道我们以后的，如果真的在一起，婚姻要怎么下去，怎么走下去，我真的不知道。假如说，当时他追求你的时候，他没有撒谎，他直接告诉你他是穷小子。他除了爱你，其他物质上一无所有，你也实话实说，那时候你会接受他的爱吗？我会。真的吗？真的，因为我当初跟他在一起，真的并不是说他炫富，而是他真的对我挺好的。你觉得浩然对你的好在哪里啊？他对我的好可以说是百依百顺。就是打个比方，有一次我和朋友正在吃饭呢，然后他给我打电话，就是语气是特别着急的。然后等他过来的时候，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能说。然后他说今天 PM2.5 值非常的高，他说你肯定没有戴口罩。然后他说我给你送口罩来了。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感动。然后我朋友也是在旁边说，他说你有一个这么好的男朋友真幸福啊。这个是一个事儿。还有就是有一次他是回老家，然后突发阑尾炎，但是呢他那个手机可能说信号还是电池有什么问题，打不出去，就是联系不上。一般因为他回去以后第一个打电话就是告诉我平安到家了，但是结果呢就是我等了很长时间也没等到他的电话，打他电话也打不通。然后呢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是接到他的电话，他是在医院的公共电话亭给我打的，他是忍着疼痛，他就是为了怕我担心。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心里面确实是有我的。你觉得这个小伙子值得你托付终身吗？
我觉得我还是要再考虑一下，仔细的想一下。我们来请教一下4位嘉宾的评判。这个时候我们打算怎么帮他们减压面对面？其实我认为你能到今天这种地步，完全是你自找的。雪儿她身边是有很多的竞争者，但是起初你的心就是不是很正的，你完全可以用你的真心，真心不一定是要用钱给他买东西才能表达出来的。你之所以会到现在，就是你撒了一个谎，你要用好多的谎去圆它，就跟你在一起很没有安全感。我不觉得浩然在这儿这么坦诚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是他发自内心的，因为他每一次说对我错了，我不该这样，他都会有一个原因，因为我爱你。他认为爱就是可以无休止、无条件、无原则的去做一些我们认为不管是犯法的事情好，还是去触碰我们所有人道德底线的事情，他认为只要爱就可以触碰所有的一切。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用爱来包裹，或者用爱来去为所有自己做过的一些丑恶的事件来去说原谅的话，我觉得那真的不叫爱，那是你可能爱自己更多，因为你为了达到自己想要的事情，你可以做出很多让别人觉得很寒心很无耻的那种事件。所以我觉得雪儿你得考虑清楚了，如果一个人在爱情面前毫无原则以及底线的话，那这样人真的是否可取？所以你要想清楚，我们要的爱不仅仅是说它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而最重要的是在爱的上面它会有条件，它会有原则，它会有做人基本的一个准则。以炫富的方式追求爱情，我这边大概能有3个解读。第一，这个用炫富的方式追求爱情的人，他轻视爱情，他不相信爱情，他认为爱情是可以通过物质上的优势来换取的。第二，这个用炫富的方式追求爱情的人，他不相信自己，他认为自己除了银行存折上的数字和名下的不动产之外，自己在爱情上就没有别的可取之处。第三，他践踏了对方，他有可能认为对方除了那些数字那些不动产上的人名之外，对方无法识别在爱当中最宝贵的呵护和理解，所以用炫富的方式追求爱情一定有问题，接受的也一定有问题。现在的一些小伙子，或者是说我们这一代，乃至于再上一代60年代的人，我相信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借点钱给女朋友买点东西，充充场面，吃个饭，这事儿还是干过的。年轻人好面子啊，但好面子归好面子，适可而止，不能不择手段。虽然说男方流下了炙热的眼泪，但是我一直在质疑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承认自己谎言的这个时间点，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有太多的时间是可以承认这个谎言，你没有，你在这个时间点上来承认自己的谎言，让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可以不择手段，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付出了真挚的爱情，但是在真正得到之后便自己把谎言戳穿，就有点过河拆桥。就这事儿已经到手了，追求者全都击退了，房子也快买了，又或者是因为别的原因你才把这个谎言透露出来，这2个事情连在一块儿的话，就让我感觉你不仅仅是炫富追求这么简单，还真的是别有所图。至于一些其他的问题，有人撒谎就有人愿意在谎言中沉醉，沉醉到他根本就不去考虑这个谎言到底有多少的可真实性，因为有太多时间可以戳穿他了。年薪100万开什么车啊，什么穿着呀，朋友啊，家庭啊，太容易戳穿了，但是你们却从来都没有去了解过，包括你的父母。所以说虽然说每个人都有虚荣的一面，但是我认为你和你的父母在这方面有点看太重了，有点过于虚荣，虚荣到没有了解生活的本质。还有一点就是
你在跟别人描述你的父母的时候，你已经有点忘本，你觉得你自己拿不出手，你生怕自己没有什么东西让别人可图，你自己卑微就算了，把父母还拖了进去，你父母可能还不知道这事儿，电视播了，你父母才知道这个事儿。所以说，第一，你忘本；第二，你欺骗；第三，你自卑，你根本不适合迈入一段婚姻。什么时候等到你能够拿到6000块钱的工资，去跟他的父母承认你自己的问题，去跟自己的父母坦然地承认自己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才有资格谈论爱情。我建议你在这儿面对着镜头，对他的父母和你的父母先做一个交代，咱们再谈别的事儿。既然你今天已经把这话说出来，甭管你今天在不在一起，你都得重新做人。阿姨，我承认我2年做了好多欺骗雪儿的事儿，我只能说对不起。还有爸妈，我只能说对不起你俩，我给你俩丢脸了。雪儿好好想想啊，不管你对这个小伙子现在是什么样一个评价，不管我们的嘉宾们帮你们做了多少分析，批评的也好，褒扬的也好，最终的选择在于自己。来，请雪儿进密室当中，好，大声说出来。让我牵住你的手，不再放开，让我陪你走下去，哭了相伴，感谢你让我领悟，让我大声说出来。雪儿，2年了，我为我的谎言说声对不起，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让你幸福。我以后真的不再使用信用卡了，我什么都听你的，我们一起走入婚姻殿堂好吗？我承认我一定让你比任何女人都幸福，原谅我。我现在真的还是有点乱，我还是想再仔细考虑一下。我们的倾诉人也有自己的选择，待会儿为你升起选择柱的时候，你再考虑一下。如果你还要坚持现在要跟雪儿在一起，那么请按下这个按键。如果你也想再好好考虑一下，用时间用实力来争取回这样一个姑娘，你也可以选择放弃转身离开，好吗？好，来，请升起选择柱。请选择。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他扭头走了，因为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就算雪儿给他机会，他也只能以本来的自我来面对这段感情了。现在他没有勇气用本来的自我面对这段感情，所以他走了。一个人的成功不一定仅用财富来论证，况且有些人炫的富还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出来的结果，那你有什么资格可炫呢？但反过来讲，因为有炫富的，也有人赏识炫富的，于是他们就构成了一个怪圈。很多年轻人，或者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乏这样的年轻人，以炫富为荣和愿意坠入金钱的这样的一个圈套，而感到是自己的一种虚荣的满足。那我在想，如果真是这样，在这金钱丧失的那一天，或者这个谎言破灭的那一天，我不知道你将找个什么样的地缝钻进去。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上除了金钱之外，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炫耀。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人，做一个坦诚的人，做一个有信用的人。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这一对倾诉人，听听看他们的压力是什么。短片来了解一下压力倾诉。分手已经半年多了，我跟他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一直找我闹，现在已经严重影响我正常的生活了。我们7年的感情
但我们的感情不是一句分手可以解决的。青青和林旭邂逅于青涩纯真的大学校园，7年的默默相伴，让两人都认为这段感情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半年前，一件事情却让这段7年的恋情土崩瓦解。是他先背叛了我，背叛了我们的感情，他现在必须公开向我道歉，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是他自己心眼太小了。咱俩没有缘分走在一起，不如就好聚好散，别再这么往下闹了。好，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2位倾诉人，欢迎他们。林旭和青青啊，林旭压力很大，说说看压力在哪儿？我和他分手已经半年多了，但是这半年的时间里，他经常来纠缠我。纠缠？我希望他能认清现在的事实，面对现实，不要再来纠缠我，打扰我正常的生活。我们分手了吗？我们还没有分手，怎么谈得上纠缠呢？怎么没分手呢？咱们半年前就已经分手了。我们7年的感情，你说分手就分手了吗？分手它有个标志性的事儿吗？比方说我们宣布啊，今天分手。半年前有一次我晚上下班回家，回来的有点晚，那天工作也是工作一天特别累，我就想简单炒点菜吧，我炒了土豆丝儿，然后还有前几天的剩菜就热了一下，寻思对付吃一口呗。结果他可倒好，回到家之后劈头盖脸就给我说了一顿，就说嫌这菜就难吃。什么叫难吃呢？是好几天的剩菜，天天热着吃。然后我想让他去买个披萨，他又不去，然后就生气。生气以后，他就跟别人聊微信，然后也不理我，然后最后还跟我闹。我本来工作一天都特别累了，你还让我给你买披萨，你要想吃你自己去买呗。什么叫他是这样？他以前的时候都会去买，现在就因为有别人了就不想去。有谁了？我什么时候有谁了我？他们公司的一个同事周巧聊得特别好，一姑娘啊，这是我朋友，那我聊天怎么了？我跟你说话你也不说，在那生闷气，往沙发上一坐。我那手机刚买3、4天的，我自己还没用明白，他咔给我摔了。你跟他聊什么？你有什么不让我看的呀？那怎么了？跟朋友之间聊天怎么了？是一般的朋友吗？就是一般的朋友啊。聊那么暧昧，是一般的朋友吗？那我跟你之间的事情，你干嘛要跟他说呀？你看到内容了？看到了。他说他跟我现在过得特别累，然后过得也不开心。那个女的就一直关心他，一直安慰他。那怎么了？就聊聊天吗？有那么聊的吗？然后他就消失了，打电话关机，发微信不回，发短信也不回。我就去找他，然后他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然后从朋友那儿打听到，然后去找他。冷静就是这样冷静，亲家感情他就这样冷静。你找我，你找着了，是你后来找着了，我给他开门让你进屋，你进屋你就好好说呗，你为啥不让我睡觉啊？然后还一个劲儿逼问我是不是跟这个女的有什么关系？我都说没关系了，你也不信。1天2宿，大家知不知道1天2宿不睡觉什么概念？1天2宿不是，我简直连死的心都想有了，我连死的心都有。他不是这样的，就是他各种瞎说，然后也不讲，然后各种什么不讲？最后他承认了，那你最后干嘛要承认呢？那我不承认，你让我睡觉吗？他现在就是想多了，他总这样逼着我，我觉得特别烦。我想躲一躲，就是我也冷静一下，他也冷静一下，互相也是，自我反省一下。但是他没几天，我又换个地方住，没几天他又找上了。有一天我正往楼上走呢，走，突然前面人影一闪，给我吓了一跳。我一抬头一看啊，他在我家门口站着呢。那怎么办？我让他进来了呗。这回可倒好，他这回也不逼问我了，也不闹了，就你为啥就往床上一坐，话也不说，瞪着来眼珠子，在那坐着像鬼一样，我能不害怕吗？什么叫鬼一样呢？哥以前也这样呀，那你一样呀，你照样可以接受呀，现在就不能接受了吗？那你遇到事儿你就有事儿说事儿呗，你为啥这样？我说了呀，说了呀，你也就算了，那你为啥还要逼我父母？你说了呢，去找你父母闹了，你听我说完行不行？父母说。那个时候快11了，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这个11的时候我再回去跟你们说清楚。但是11放假，我前脚刚到家，他就跟到我家了。你上我家大闹天宫来了？他是把我电话拉黑了，微信也不回，短信也都屏蔽了。那我只能找他父母跟他联系了。晚年都是去他家过11过节的，今年去我也是正常的呀，有错吗？
不是你正面回应人家啊，我们行与不行，问题出在哪儿，可不可调和？我证明他就一直就无理取闹，我怎么没有无理取闹？每次他就骗我，每次他答应我跟我缓和了，要跟我好好过，然后他就找不着了，然后每次他就这样。你就说咱俩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什么时候有自己的独立权？我什么时候能自己做主？我就连我的这个 QQ 密码、微信密码都得他来给我做主。7年都是这样？不是的，就最近几年，就最近2年，就最近开始，什么事他都得管。我那个头像啊 ，QQ 的头像，我就设成我自己的照片就行了呗，大家也都能认出来我，朋友一看到就知道是谁。他可早进去，每次我用我自己照片，他都给我改成不是猪就是狗，要不就猴了，反正没一个人类的。不是的，那个不是他自己把自己头像设了一个比较好看的那个相片在上面，就跟咱们造的那个。这人人都爱美怎么了？我说他就是疑神疑鬼。再说上次我出差去赤峰那次，你说你幼不幼稚啊？从北京到赤峰，这个我得大概需要半个月的出差时间，结果他死活就不让我走，跟我在那哭啊。然后我就说，我说我保证手机24小时开机，咱俩你给我打电话，随时都能联系上我，这才勉强答应让我走啊。结果到那可倒好，你10分钟一个电话，5分钟一个电话的，那你是干啥呀？我工不工作了？你听他瞎说呢，中午11点多、12点多下班了，可以打电话吧，对吧？然后晚上5、6点钟、7、8点可以打电话吧？他总说他在应酬喝酒呢，就没有时间，哈就敷衍我。是我有一天给他打电话，他就关机了，我没有办法，我就买不上火车票，我也买不着大巴，我就打了一个出租车，花2000块钱，我就去找他去了。从北京到赤峰啊？结果第2天早上听有人敲门，我迷迷糊糊一开门，我一看他在那，我以为我做梦呢还。你就想想你做这事儿多可怕吧。你不是耽误24小时，我不是担心你。以前因为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也很担心。就是现在你们这个状况持续了多久了？持续了1年多2年了。在你看来，你总是认为有一个叫小周的姑娘，她的同事出现了，你就担心她。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你也不能就是说什么叫普通朋友呢？你也不能去人公司楼下劫他去。的那些算什么呀？你去人公司楼下劫他是算啥意思啊？你还跟人撕巴起来了，又打又骂的，那是干啥呀？是吗？是我去找那个女孩，让那女孩不要跟他联系了，然后女孩先骂我的。他怎么说来着？反正说了一堆很难听的话，然后他去人那儿干啥去了？那你这个事情发生后，他就一直在说我，然后就一直在保护那个女孩。我得跟你强调几遍，我俩就是普通朋友，没有别的关系。没有关系。今天当着这么多人面，我就可以发誓，我跟他肯定没有关系。那没有关系，我现在提出结婚，你为什么不结婚呢？你还有脸跟我提结婚的事儿呢？什么叫有脸呢？什么叫有脸呢？这前几年我3次跟你提出结婚，你干啥去了？我结婚那不是因为条件不允许，现在不是可以了吗？怎么不允许了？大学毕业的时候跟你提出结婚，你怎么说的？大学刚毕业，有条件不稳定，连宴请的钱都没有。我是多问家里要，我觉得不合适，所以就说先缓2年，等我们稍微好点再结婚嘛。在我看来，理由基本合适。第2次怎么了？咱俩先结婚一起奋斗不好吗？为啥非得攒点钱再结婚呢？攒点钱说不定变成什么样了呢？我们能变成什么样的？变成现在这样，你变心了是吗？那行，第2次咱们已经工作了2年了，稍微也算是有点钱了。这个时候我再跟你提出结婚，你为啥又加条件了啊？我加条件，我加什么条件了呀？你跟我说，这个现在要在你的老家那儿买一套商品房，以我当时经济实力，我上哪儿给你去弄这套？不是这样的，是父母就我一个孩子，我父母想让我在家这边买房子，将来我们结婚有孩子了，我们忙，他可以方便照顾，所以说在我们家这边买房子。然后但是可能就经济条件不允许，但是这个事情不是缓了吗？也没有逼你啊，只是提了呀，有吗？我看你就是嫌我穷，那个时候。又过了1年多，能买上房了。这个时候经济实力也算不错了。为啥我跟你求婚的时候，你又跟我要几十万的彩礼？没有几十万彩礼，你天天瞎说呢！我跟你说，他就编，我跟你不是彩礼，是我们家那边有那个习俗要3金。不是，我奇怪的是，你为什么不3个条件一次性说清，要分3年说清？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他那时候嫌我穷，就是嫌贫爱富。什么叫我嫌贫爱富呢？我3次跟你提出结婚，为啥当时你不找各种理由推的时候，这次我就要同意呢？什么叫3次推脱呢？我们家要嫌你穷的话，我们家怎么能让我跟你在一起7年呢？早不让我跟你在一起，那我们家一开始条件比你家也好呀。那我怎么知道呢？这不是你自己愿意的吗？什么叫我自己愿意的呢？你怎么说话呢你？
别着急，别着急，他不是说我不能同意，他说的是我为什么就得同意。这措辞有区别的啊，我不同意这是一回事儿，我为什么这次就得同意？其实是可以同意，但是没找着逻辑理由。为什么你3次不同意，他就是现在就同意？有别人了，所以他现在就不愿意。我觉得你们俩，你平时7年都是这么交流沟通的吗？前几年挺好的，其实，但是就最近这2年，他就总是这种各种毛病就都出来了。我就看出一个细节，这姑娘啊，嘴比脑子快，她永远是忙不迭地说自己的想法。刚才我都说了，我不同意，和我凭什么你一提我就得同意，前一个是拒绝，后一个是斗气儿。斗气儿就是可以解决的，这姑娘立刻就跟上。那还不就是因为有别人了吗？那还不就是因为有小周了吗？她立刻把一个可以解决的斗气儿变成原则问题。小周有没有不一定，是你非说有的。不是就是有。好，就是有。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我们减压面对面，听听4位嘉宾的意见。青青啊，你说话性子应该很急哈。没有，我以前不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才成这样的。可能就是因为你现在才这样了，他现在对你的做法也变成这样了。你跟这个小周到底有没有什么？没有。既然你发现他对这个小周很敏感，那你干嘛要让他担心呢？因为现在不仅是小周的问题，他就是变了，来个小刘、小李、小张、小王的都有可能。你看他现在都这样说。我能问一下吗？你俩以前怎么谈恋爱的？我俩是大学的时候认识的，那时候对彼此印象都是非常好，而且我们在一块儿也是每天也很开心。那个时候过得虽然穷，但是我们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尤其这2年，可能是有点经济实力是烧着了还是怎么的，就变样了。就是他觉得现在能挣点钱了，就开始各种有问题。你也别老往这方面去追啊，你可能追着就追成真了，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去强加于别人的身上。青青，你以前怎么看上他的呀？他挺上进的，又爱学习。我当时的时候，而且他对我挺好，也挺宠着我的，所以我挺喜欢。他当时怎么对你好呢？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也没有多少钱，就在外面租房子，就是住那种平房。然后夏天北京又特别热，没有空调，他每天晚上都会扇着，然后让我睡觉。然后我后来想起来，就现在想起来，那会儿都是挺幸福的。刚上班那会儿还挺穷的。是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房租交完之后，我们身上也没有多少钱。有1个月，这个我们兜里就剩180多块钱了，但是还要管下半个月的生活。那会儿正赶上8月15，中秋节，然后我们就也想好好过个节，但是身上又没有钱，我们就到超市去转。我们就在那转了很久很久，最后我们在特价区只买了2袋方便面，我印象非常清楚，还有1块月饼。那个中秋节，我们就在那个出租屋里，一边看着月亮，然后在窗台下边一边吃着方便面，一边共同分了1块月饼。那个时候日子过得虽然很苦，但是我觉得很开心，非常难忘。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所以我特别想让青青知道，7年的感情，如果真的是因为有一个外人来而导致你们变的话，那肯定是你们2个内部已经发生变化了，就是你们的感情已经没那么牢靠了。他要是跟以前一样，我也不会这样。他说觉得他现在有钱了，然后比以前好了，现在他就开始变了，就各种嫌弃我，想我可能现在我根本就没变，变的是你。你觉得他嫌弃你，嫌弃哪一些？嫌我天天黏着他，发一段短信过去，发很多字，然后他就给我回个嗯哈的。我要求让他多写几个字回给我。那也是嫌你粘人。我发短信，你问我在哪，我说在哪就行了呗。或者有些事儿我就说我知道了，或者嗯啊就能回答。你为啥每次都非得让我给你回10个字以上呢？我还得绞尽脑汁给你凑字数啊。我在那以前的时候，你就会回很多呀，就会跟我讲，现在就不能了吗？
你刚刚一直说他变了，那变也不是今天突然一觉醒来这人就变成这个样子，也是一天一天慢慢的改变的，而且本身人就是在改变。他如果真的是一个有钱就变坏的男人的话，我觉得他能够在你们家买房那一刻起，他就应该会远离你了，因为他有钱就变坏。但至少在他能够有钱买房那一刻，他还没走，他还有了第3次求婚。那会儿时候钱还不够呢，还没有能力呢。不，就算这个人有钱就变坏，那你还跟他干嘛呢？你都认为这是一个实不可恕的一个坏人了。我们说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2个人有7年的感情，曾经感情非常好，然后现在呢，这个男人越来越没有耐心去哄这个女人了。3种可能：第一个，情冷了；第2个，心怨了，有怨气；第3个，心变了。我们先看心变没变，好吧，晴晴？这样啊，林旭，现在你是旁观者，我是林旭，我跟青青说话，我说一句话，如果符合事实，你就说对，好吗？好。我跟小周没事儿，对。你说我跟小周有事儿，对。我跟小周再怎么没事儿，有事儿，对，没事儿。你也会说我跟小周有事儿，对。所以我干脆和小周有点事儿吧。不对。我跟你说，他明白着呢。你看他长那样啊，最多他的浪漫，也就是家里天热躺床上给自己老婆扇扇扇子。你说这个人用7年的时间，先求婚，再攒买房的首付，可怜巴巴上门，我够首付了，能娶你闺女了吗？咣当又玩一3金，就是礼金又几十万，然后回来苦哈哈干到今天。他过去7年啊，你别说你过去7年苦，他过去7年也不容易，对吗？哎，他攒够了买房子钱的时候，不管你父母答没答应他，你回来奖励他没有？不是，你先说奖励他没有？没有，没有。他面对你父母说几十万礼金，满脑门子官司，回来你安慰他没有？你没跟他说，其实这是我父母要的，要不然咱俩干脆先结了婚得了。你有没有？没有，我就说等你也没有，也没有，对吧？我说再等等。我问一下，也没有，对不对？嗯。所以我说啊，心冷了。接下来咱们再说为什么心会怨。我跟你求3次了，你都不答应，你跟我求1次，凭什么我就得答应？我跟他说2次呢。对呀，那是最近这2次嘛，天天跟债权人一样屁股后头跟着，搬家到哪儿我跟到哪儿。你跑到赤峰，我打辆车2000块钱追过去，咣当出现在你门口，弄得他跑得跟杜秋似的，你说，对吧？所以心怨了，心冷了，但是心没变。该说不对的时候，特明白不对。那是他怕丢人，他就是变了。我再问一遍那话，林旭，他说了啊，你是怕丢人，那我再和小周没事儿，对，你也会说我和小周有事儿，对，还真没事儿就我干脆就跟小周有点事儿吧。不对，你看，有些女人就是想尽办法的，想要自己脑海当中所想象的那个第三者真正的出现，她就抓到了一点什么了。但其实这个女人本不存在，当她的心还在摇来晃去的时候，是你在怂恿她。你这个时候如果是能够稍稍的想一想自己的问题，稍稍的收敛一下自己的态度，你就会恢复当初你们在一起奋斗时候的那种温柔的模样。但是你现在一点都没有。我觉得你们两人之间的事儿呢，特别像一部电视连续剧，叫《中国式离婚》。女主角叫林晓峰，是一个典型的想要望夫成龙的一个女人。
男主角叫宋建平，是一肝胆科的外科医生。在妻子的眼中，丈夫是一个好人，但是是一个没用的好人。虽然他医术高超，但因为为人不够激进，所以林晓峰总是骂自己的丈夫没有用，激励她辞了职去外资医院打工。最后丈夫在万般无奈之下去了外资医院，做了一名副院长，从此生活变得好了起来。但是在日子好了之后，随着逐渐的彼此之间距离的拉大，最后这个女人就变得越来越焦躁，成天没事干。而丈夫呢，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逐渐厌烦了自己妻子的唠里唠叨。林晓峰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丈夫越来越不靠谱，得管着。所以她极致到了什么地步？每天下班把自己的丈夫手机里面所有通话记录里面的号码全部打一遍，就在玻璃上写哪个号码是女是男，说什么事儿，导致到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剧烈，甚至到了最后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就是像你们之间一样，男的走到哪儿女的就跟到哪儿，最后到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极致地步？她的丈夫宋建平为了跟妻子离婚，以网名兵临城下的这样的一个网名跟她谈恋爱。最后网友见面的时候，当他的妻子发现见面的这个人就是自己的丈夫，虽然网名是兵临城下的时候，她彻底崩溃了。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两个女人，我觉得是值得这位借鉴的。第一个就是那个邻居肖丽。肖丽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很有自我的追求，很有气质。她跟丈夫离婚的原因是因为她发现床上的枕头上有一根女人细长的头发，但她没有像你一样去纠缠，她很平静地跟自己的丈夫说：“我们离婚吧。”她是一个很独立的女人，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女人很值得一说，就林晓峰的母亲。林晓峰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林晓峰才发现他的母亲不是他的亲生母亲。林晓峰恰恰是从这两个女人身上想到了自己在生活当中其实就是那个始作俑者，出现问题不反省自己的问题，一路纠缠，直至把自己的丈夫推向深渊。可是他答应我，他也有问题，他一定是有问题的。他是有问题，他是有问题，但问题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每个人要反省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形成到两个人的斗争当中去。林晓峰和她丈夫就是把所有的心思花在了彼此的斗争身上。如果你们俩还想要在一起，你想要解决问题，拜托不要去纠缠别人的问题，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再去看别人的问题。那他干嘛要答应我要跟我好好的呢？然后又找不着了呢？又骗我呢？一次一次的，那是因为你一次，所以我才纠缠他呀。那是因为你一次又一次的纠缠。没有，是他第一次开始就这样，我才纠缠的。你到这会儿，你还不想自己的问题，还在想别人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在救你啊！你赶快反省一下自己的问题。这个男人其实心很软，你不要去逼他。你待会儿说话不要斗气儿。你认为林旭会摁下选择键吗？你希望我问你，你有多大的把握他会摁下选择键？没有太大把握。那你为什么不能软一点呢？对呀，你为什么不能低着头呢？向自己的爱人低头是多么有什么多不好意思的事儿吗？青青，你认为林旭和小周有事吗？有没有？两个答案选一个。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你走进密室之前，我提这个问题是真心想帮你。这两个男人的表现，我觉得就是人家都说女人是水做的哈，遇方则方，遇圆则圆。但是你真的太坚硬了，温柔，女人应该有的温柔你全都没有了。也许你俩刚在一起的时候你很温柔，但你现在没有了，他看不到了。我也希望我改了，他能跟我好好，但是他就每次都骗我。那你要改呀，你不管他怎么样，你先把你自己改了。当年校园青涩时光当中一起，那么拮据的经济条件下，依然可以用那样的很简朴朴素的方式享受爱情，享受那一轮圆月，享受那块月饼。好了，我们大家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青青去密室当中，但我们不知道你会说什么，林旭也是啊。大声台上说出你的心里话。
让我牵住你的手，不再放开，让我陪你走下去，苦乐相伴，感谢你让我领悟，让我大声说出来。青青，咱们相处已经有7年多的时间了，现在不能说对你的所有感情已经消失殆尽，但是我觉得咱们在这个时候真的不太合适了。我希望咱们从此刻开始都能够互相冷静一下，反思一下自己，也许在以后的人生路上不会再有咱们俩之间这2年的事儿再发生了。林旭，我的那些不好的地方我会改的，但我希望您再考虑考虑，你还是回到我身边，我们一起好好的生活，可以吗？其实我觉得咱们2个真不太合适，所以我希望你能以后走得更好。最后的选择还是落在林旭这儿，待会儿会为你升起选择柱。面对选择柱，你有2个选择：第一，摁下这个按键，表明你还愿意和青青在一块儿；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放弃。如果你摁下这个选择键，同样密室打开的时候，青青也有2个选择，或者是出，或者是不出来，好吗？来，升起选择柱。请选择。对不起。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我们现在看不到密室当中青青的反应，但是我能想象得到，应该比刚才的情绪会更加的激动。但我也希望这样的激动之后，能够换来2个人冷静的反思，冷静的总结。